3天前的行动不够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跟专案小组断绝联系？赶紧找个机会脱身。我知道，你不是真的来和金山合作的，但我是。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苦衷？如果你指的是身份记录完全被消除，几年如一日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，以及你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因公殉职却得不到承认的话，没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人是习惯的奴隶。很快我就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和这个身份，只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，其实这种生活就是我想要的。我不想再回去当警察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你是根本不可能辩解。就因为你曾经教过我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理想。你的形而上崇高的思想根本性不同。无论是在这儿，还是在公安的队伍里，在这个世界现实的面前，你所坚持的那些，都脆弱的不堪一击。专案组关心的其实就是这200支枪。买家已经带着定金来了，只要我完成这次交易，拿到我应得的那笔钱，至于你们怎么去追缴这笔枪，还要怎么去抓孟仲谋和金山，这些我都管不着。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必要非揭穿你不可。但是如果你执意要破坏这次交易的话，关队，下次我向你开枪，你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人各有志，还是别抱幻想了。我打算继续跟进这个行动，可我已经让亚楠通知周迅了，现在他们很可能带着人已经在外面了。你让周迅他们别轻举妄动，现在那批枪还没有露面，孟仲谋也没有出现，只抓一个金山没有意义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已经让亚楠告诉周迅了，现在专案组知道了，也在往这儿赶呢。我就算有本事让周迅改主意，他现在说了也不算了。我是因为担心你有3长2短才赶过来的，至于其他的我无能为力了。否则的话，咱们都得暴露。你确定要留下来吗？我现在受了伤，咱俩怎么交接啊？你先隐蔽好，我再想想办法，看情况再定吧。哎。现在事情搞成这个样子，交易只能暂缓。咋样了？现在一切都是很好了。我想这个关宏峰的出现，应该不会只是巧合吧？就算是，我们也不需要冒这个险。我也不相信他，但必须要承认。如果他是警方派来的，我们现在早就被抓了。也许啊，警方只是想在我们人赃俱获的时候抓一个现行。总之，
只要关洪峰在，交易就终止。对了，我想这件事情，经手的人应该越少知道越好吧？甚至你都不应该在。哦，关队长，来，请坐。关队长，让你受了2次委屈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谨慎。这位是谁呀？哦，是一个付定金的朋友。我说了，交易终止。森林小姐，就是因为你订了这批货，我才推掉了其他的客户。你想翻脸毁约，耍我呢？你怎么跟这些人搭上了？这位小姐，你们来的时候有人跟着你们的吗？这2箱子是现金吗？你们是在哪儿筹措的？如果是在京港筹措的，用的是什么渠道啊？我就说嘛，他是公安派来的。金兰，你摆我一道，我回头再跟你算账。这买卖我不能做了，我不能陪着你死。哎，关队长，前面的误解，我一定会给你补偿的。你看，你就这么撂下2句话就想走人，兄弟，我实在不明白。能不能你仔细给我解释一下？你跟孟老三做了这么多年军火生意，应该能看出这俩人拿的什么枪吧？92，没错 ，M92F 其中的一种改版，英文翻译过来叫战术大师，主要是配备给南美洲，特别是巴西军警的。近几年有少量流入了亚洲。就公安部门的了解情况来说，主要是由巴基斯坦一带的恐怖组织持有，他们俩拿的就是这款枪。还有，这2箱的现金少说得有200万吧。有财力从你这儿成批量购买军火，肯定不是一般的江洋大盗。我想，猜也能猜得出来，他们背后的买主是什么人了。我不陪你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哎，留步，放下，对关队长要客气一点。关队长，不愧为是个老警察，眼睛就是毒。生意只是生意嘛，我们只是卖点货，至于卖给谁，卖给他们干什么，就不用我们操心了。国际范围内的反恐组织及骨干人员，不光是在公安机构，在国安机构，还有国际反恐组织都是挂了号的。像你们这样的，跑到京港来做做小交易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顶多也就是专案小组一类的。可是他们不一样，盯着他们的人要比你们多10几倍。跟这种人做生意，我恐怕你活不到成交的那一天。怎么讲？很简单，像他们这种人，即便是组织里的中下游成员，有可能也在国安局的反恐监控当中。先不说他们用什么来买你的货，就光这2箱子钱，如果是在京港筹措的，很可能他们的渠道已经暴露给警方了。像他们这么大摇大摆的拿着钱来找你，鬼才知道他们后面跟了多少当差的。不过我们这里没有货，就算警察跟着他们，也不至于。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你跟孟老三只不过就是毛子；而对于国家公安来说，你那几把破枪根本不值一提。
闹了半天，他们会把警察引过来，这样我们不就成为吃瓜牢了吗？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觉得现在警察已经有人在外面了吗？说不准，反正我不冒这个险。看在买卖不成仁义在的份上，我劝你们赶紧转移。森田小姐，我觉得你的定金得给我留下。凭什么？你放心，我跟三哥从来不会做黑吃黑的事情。做生意嘛，总得有点契约精神。这定金嘛，我想收下。如果我们都没什么事情，交易继续。如果你们有个3长2短，我的麻烦也不少，这个就作为补偿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把这2个箱子换了，而且会查一下每沓钱里有没有定位的芯片。你还不明白你自己惹的是什么人吧？嗯。我说了，交易可以继续。如果你想跟我玩狠的，大不了一起鱼死网破。二哥，没问题。如果我们一切都没事，再联系。走。跟哪波？你跟老关他们，我留来等时局的增援。既然老关示意咱们不要守望，那就应该有他的道理。听见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怎么了？你跟我一块儿跟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方便，要不你开车？不太方便。啊，不太方便，这么看来。周巡，这。千万盯紧了，啊！后面的皇冠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。我们不会被跟踪了吧？让另外2辆车往前继续开，我们的车到前面停一下，你正好下车方便方便。林坚，这个钱你拿着，关键时刻你知道该怎么做。
是跟踪的吗？公安再不人道，也不至于派个孕妇来跟踪吧？上车，先上车。喂，三哥。哦，没有啊。你听我解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哦。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你他妈也没想到，有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周雪，你抓我是职责所在，我不怨你，但你总他妈不能老让我哥给你卖命吧？啊？你要是肯投案，你哥就不用为支队做事儿了。你放心，等我抓着陷害我的家伙，我自然会找你投案。照顾好我哥，别让他出事儿，否则我他妈饶不了你。三哥，你还大老远的？你小子心气儿够高的，怎么，偌大个东南亚，容不下你了？哎，三哥，听我解释。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是想把咱们家底儿一股脑的全兜售出去，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来金港卖军火，你是不是嫌我活得太长了？三哥，我都是为了这帮兄弟啊！这些年生意都很难做，再说有这么大的担子，很难走。你混蛋！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和你做交易这个女的，她真名叫心怡，她在中东
促成了几单军火生意，而且每笔都被国家安全局盯得死死的。我们为他们提供杀戮武器，你觉得我们会有好下场吗？三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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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枉费我这些年对你的培养。三哥，这位林小姐，你犯着好好的公安不做，跟我们混这行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你这是何苦？你还是踏踏实实回去做你的卧底，把这小子带回去，也算是有个交代。关队长，你今天来的可不巧啊，让我不能不怀疑你今天来的目的。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把我们这些人都杀了？关队长，你言重了。我孟某只是个买卖人，杀人我做不来。况且二位都是有背景的人，警察再坏他也是警察呀。女人嘛，永远是被优待的。林小姐，杀了他们。三哥，我想你杀了他们，三哥别杀我！就是想再回去做警察。三哥，也要三思了吧？森哥，金山确实是一番好意，这批火冒险是值得的。况且，不管怎么说，金山他跟了您那么多年。是啊，所以我才让您杀了他。林小姐，杀人总比被杀强。您说，杀了他！三哥，三哥别杀我！三哥，三哥别杀我！三哥，三哥，三哥别杀我！三哥，三哥别杀我！三哥，别想太多了，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三哥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三哥，别杀我！三哥，三哥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三哥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开枪！听我说，你们要替三哥报仇，我就在这儿。随时都可以杀了我，但是现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三哥现在死了，你们还要不要替他办事儿？现在，谁还是老大？我操！什么情况？算你有种！三哥已经不在了，我今生给兄弟们保证：一，跟着我，天天有肉吃；二，杀三哥的凶手，我绝不会放过。
告诉我，3个是谁杀的？二哥，他。二哥别杀我！我再问一遍，谁杀的？不是他，不是他杀的，二哥不是他杀的。二哥，他们俩杀的。二哥，就是他俩杀的。对，就是他俩杀的。我看样就是他俩杀的。就他俩杀的。既然森迪小姐出了这个价了，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啊，阿姐，我们青山不改，下次再合作。辛迪小姐的背景不简单啊，你连她的档都赶不起。按照规矩，先交10%的定金，275万，约个时间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再等一等。哦，还有一位客户想要竞价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想到北方这个时候还会下雨，路不好走吧？来，他们2位已经竞过价了，就不需要再继续竞价。林小姐，你开个价，如果你的价格比辛迪的价格高，我们马上成交。如果比较低，那只能下一次再会过了。报价什么的，我还真没想过。我今天来就是带了2个方案。你之前跟我提的那236只，打包的话是2000，再加上那16只27，还有你现在剩下的所有，就是之前你跟我提过将近20箱的爆炸物，我最高给你出到2500。看来我们是可以成交了。我不知道按照你们竞价的规则，我的出价是不是偏低？但是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第2个方案。毕竟像27还有这些爆炸物品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市场的，更何况是其他地方不会有人买的。即便是砸在自己的手里，还不如打包卖给我，这是双赢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要这些东西啊。那就是说，现在可以重新竞价了。哼，林小姐，看着你面很熟啊。要是重新竞价的话，不管他出多少，我出的价不会再变。但是我会给你一个好处。什么好处？送你2个人。2个人？对，2个可以换你1条命的人。一个就是他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叫季杰，现在正因为贩卖枪支被警方通缉。这个我知道，怎么了？他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，那就是专案组的特勤人员。臭娘们儿，你一上来就血口喷人。我是有案在身，但是我怎么就变成特勤人员了？啊？金哥，咱俩认识不是1天2天了，
我什么为人，你是知道的。金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小娘们儿一进来，我就觉得她面熟。我是警察，所以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特勤人员。我建议你搜一下她的身上，应该有窃听器或者是定位装置。金哥，他既然是警察，咱就给他做了，省得他在这瞎胡整。来，分下。阿杰，我们两个是兄弟。林小姐，我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。既然这样，公平起见，你们两个一起收。行了吗？有什么呀？有吗？你平时都带2个伙计呀？不对呀，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今天就带了1个伙计啊。那这个大伙计不是我的？难道是我的？阿杰，这个打火机不便宜吧？金哥，这个真不是我的呀，金哥，肯定是这个臭娘们在陷害我。老金，咱们哥们多年，你了解我呀。我有心提醒你一下，今年3月份，市公安局在青云桥破获了一起贩卖枪支的大案，当场起获了6支制式枪和11支自制手枪，子弹192发，涉案7人全部被捕，除了他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是你。没错，我那天就在现场，因为我是专案小组的卧底探员。而事实上，你当天也被捕了，可就在当天晚上你就被释放了，因为你接受了我们给你的条件，同意当我们的特勤人员，协助专案工作。老金，千万别再胡说八道，他就是一派胡言啊！否则的话，你想一想啊，一个封闭式的平房区，在一起交易，现场40多名特警，布控围堵，他怎么就可能逃走呢？哎呦，老金啊，老金啊，真冤枉我！老金，事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听我说。再说了，季节这么多年为外蒙的马峰阳一直做掮客的工作，马峰阳现在已经下了大狱，他现在还替谁买货？老金，这后娘们儿，你他妈阴我！身经难却，这小子的命我给你收了，剩下就只有你了。不光是我这条命，我开的价钱也依然有效，但跟季节不一样，我的买主是真的。人呢？
大概听到什么风吹草动，溜了。上哪去了？不清楚。那车牌呢？当时光线太暗，也没看清楚。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？我还不是为了等你们。周迅，我破例特许你参加这次行动，不是为你来让把这个行动给搞砸了。在我向你问责之前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林佳音是否辩解，我拿不准。他老关坚信他没有，我相信老关。既然老关说现在不是收网的时候，那我也觉着我们应该再等一等。关公当初就一直在嚷嚷，他的弟弟是被冤枉的，聂心。你要弄清楚，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我，而不是他关洪峰。发什么愣呢？你没有抽车负责跟踪的高亚楠，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杀死了孟仲谋，救了我。我不明白。杀孟仲谋是我跟金山早就想做的了。至于高亚楠，要不是因为她怀了孕，你以为我会放过她？我就特别奇怪啊，像你这种人怎么活到今天呢？关队长，最近发生很多事情，你暂时陪陪我。等我走完这一单，我就撤。以后有佳音小姐在金港跟你对接，而且还是按你说了算。只要你来的货，我绝对不会在本地上，大家一起发财嘛。这个地方安全吗？你放心，这方面我比你谨慎。陪着你倒是无所谓，但很快你会发现，其实把我放出去对你更有利。你想过没有？那个心仪被你吃了这笔定金，肯定不会忍气吞声的。唉，我又不是不想跟他正常的交易。再说了，要如果真的想硬碰硬的话，到底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哼，你别总想着交易，有时候这也是立场问题。哼，你们这些当差的，张嘴闭嘴就是原则立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恐怖组织随随便便的就被倒卖枪支的给欺负了，那还会有人投靠他们吗？也许他们确实着急需要这笔枪，也许他们后面会继续跟你做交易，但是之前的事总会有个说法。我估计他们会报复你。那以你之见呢？给我5%，我就告诉你。喂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丢了。什么情况？那个时间段路上车太少，他们发现了我，下车一直盯着我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。这金山有那么聪明吗？啊？可能是林佳音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身上似乎还携带着武器。就这老关还说他没辩解？这个说来有一些古怪。怎么了？我开车经过的时候，林佳音明明看到了我，却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哦，那可能没认出你来。不怕你伤心啊，自打你怀孕以来，确实胖了不少。谢谢你这会儿还不忘戳我痛处啊！林佳音是关队调教出来的精英，就算我胖成一头猪，他也能一眼认出来。那我就琢磨不明白了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瞎猜也没有用。
我是在金石快速路方向跟丢他们的，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找一找。专案组那边怎么交代？我没法交代。施广林可不是好糊弄，他让我尽快和老关取得联系，好确认金山他们的位置，实施抓捕。否则的话，老关和林佳音会被视为一同都惦记了。直接打电话呢？转语音信箱了。那是三角定位的话，定不了，他的手机自己改装过，定不着。哎呀，这你都知道啊！看来你平时也……行了，先别想这些了，大家尽力而为吧。都要累醒了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去找他们。没关系，在支队干了这么久，早就习惯了。而且，我想看着你。哎，你这都快当妈的人了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啊，听话，回去休息啊。我这儿呢有催虎，我能找着他们。啊，那我把车留给你。那算了，你这车太显眼了，而且咱们保不齐周巡他打其他的算了，万一你这车被他定位了，就麻烦了。啊。咱们丑话说到前面，5%也好，50%也罢，你们俩之间的约定，别影响到我的那份。这个你放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关队长的担心有道理吗？单从这件事上来讲，他们对这批武器的需求，比我们要卖掉这批武器的需求更为迫切。交易会继续经营下去。更何况，信一丢失了那200万的定金，回到组织也不好交代。出于他个人的立场来讲，他也会努力促成这件事儿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你想过没有？他在向组织交代定金被劫这件事儿的时候，会归咎于谁？这个组织可不是一般的帮派，可能他们的思维会很极端的。这个我倒拿不准。不过你的提议也没什么坏处，不管是为了继续交易，还是让我们变得主动，这些对我们都更有利。更何况长风支队现在已经发现了季杰的尸体，孟仲谋和那2个替死鬼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。其他人还好说，孟仲谋在江湖可是有地位的大佬，他的死讯一旦被公开，不光是警方，就连整个道上也会引起很大的震动，这些对我们有很大的压力，所以越快交易，就越能让我们提早的离开这个是非，哪怕只是为了占避风头。行，5%你放心。既然我老金打算另开天地，以后也少不了跟你通力合作。不过，你打算怎么找到新义这个团伙呢？我需要钱。钱？对，那笔定金。不是林浩的新钞票，就算到银行那边，也没办法查到吧？即便是连号的，也得去人民银行的总行查，动静太大了。那怎么查？把我手机给我。周队，那个叫王鑫的柜员今天休息，不过他们的柜台主管给我调到了他近1周的工作记录。其中有2笔都是提前1天预约的大额提款，其中第1笔是个人，第2笔是安迪信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。好的，你好，帮我调取一下安迪信公司所有的存取款还有转账记录。心仪这伙人的巨额资金，大多是通过某些复杂的洗钱过程，进入到境外的投资或者合资背景下的企业账户。
存在个人的名下可能性是极低的。而通过这些企业资金的往来记录和账目明细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，就可以掌握确凿的信息，证实这些企业的背景。我们也许无从寻找新一的下落，但是如果我们冻结这些账户，自然会有人跟我们联系。剩下的，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几个小时，新一自然会跟我们联系的。4家银行账户全部做了查封。周队，这是哪个案子啊？别对外声张啊！我有事再找你，去吧。哦，好。周队啊，市局那边来人了，他们在门口等着呢。哎，没让你进来。周队长。 我们是代表市局专案组来这里开展工作的。这是关宏峰的协查通告，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在这里查出关宏峰的办公地点和所有的办公物品，还有私人物品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啊！哎呀，第一。 关宏峰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工作的，他在这儿没有办公室，也没有任何的私人物品，除非你把他昨天吃剩下的那半桶方便面算上。第二，他顾问的身份已经解除了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配合你们的。第三，我会亲自给老师打电话，啊，我要问问他，就算翻脸，是不是也得发个内部的协查通告？毕竟老关是替专案组在工作。 我就失联几天，就他妈这是什么啊？定性为坏人了。既然是专案组的行动人员，就应该服从专案组的命令，时刻与专案组指挥中心保持联系。而你和关宏峰专行善断，还搞什么体外循环？这种无组织、无纪律，这甚至会导致整个专案行动的失败。行了吧，专案行动早就失败了，是我和老关拼了命的挽回。 怎么着啊？现在不爽了，所有的屎盆都往我们身上扣是吧？回去告诉石广陵，我是这儿的一把手，关宏峰所有的行动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啊！这个我不接，我也没什么可配合你们的啊！关宏峰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们善后，协查他，有本事让石广陵过来抓我！关老师参与了什么行动啊？ 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关警官吗？是我，你哪位？哦，我姓满，是安迪信公司的业务经理。请问咱们长丰分局为什么冻结了？满经理，你听清楚了啊！下面的话我只说一遍。第一，告诉你们那几家公司不用再打这个电话了，因为我要跟你们说的话都一样。第二，转告新一，让他跟我联系。我不明白您说的这个心仪是？你就让他给我打这个电话就好了，否则你们损失的不止200汽车。就这么成了？可能还会再等一会儿吧。不过，我建议你可以做准备工作了。准备什么？人。人？对，还有枪。
傅，麻烦你等我一下啊。你怎么确定那2辆车就是孟仲谋的呢？你又没给我金山他们的车牌号，就给了一个大致方向。等我黑进高速出口的监控的时候看了一下，那个时间段有一辆奥迪和一辆道奇云南籍的驶进了那个路段。这两辆车的车主也调查出来了，一个是文静，那个是孟潇。所以呢？文静就是孟仲谋的前妻呀。几个钱啊？一个钱。照这么说，这孟潇是孟仲谋的孩子，还是跟前妻生的？我说你哪来这么多信息啊？你接着说。要是从这个监控上看呢，这2辆车驶进这个路段前后4.7公里之外的监控就没再经过过，所以肯定在停在了中间的不知道什么地方。你如果能够先找到孟仲谋，我估计离金山他们也就不远了。我现在正顺着这条路中间唯一的岔口在往前找。不过你说的对。你那怎么了？我先挂了，等会儿再跟你说。喂，是我。哎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你这拿什么电话打的呀？这万一……放心，这个号码是安全的。刚才周巡联系我说跟你哥联系上了，我听他的意思，你哥已经成功打入孟仲谋集团的内部，并且能通过一些手段促成孟仲谋和新宇的交易，只是现在还无从得知他们所在的位置。你在哪儿呢？我正找金山呢，金山没找着。刚才崔虎来电话说发现孟仲谋进入金港的行踪了。孟仲谋终于还是亲自来了？可能是比较重视这次交易吧，亲临指导工作。你等一会儿啊。杨楠，你现在可以编个借口，想办法转告周巡，孟仲谋不会再参加这次交易了。关队长，兄弟我对你多少还有一些保留，毕竟交往不深。出门之前不想让你知道我家在哪里，请谅解。刚才心怡在电话里和咱们约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，还剩不到15分钟。他要求1对1的会面。这不重要，见不见面还两说呢。什么？这个地方临近古文博物馆和长宁街的主路，到处都是人。看来现在是竹竿打狼，两头怕。咱们怕对方报复，他们怕咱们是真的是黑吃黑。所以才选了这么一个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地方。照我看，就算见面也谈不出什么，就算谈出结果也没什么用。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按我们的行话说呢，应该在广场的附近布控，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惊走，这样就能跟着他们到他们的落脚点，再然后就拍门去找他。听起来不错，但我不明白这么干有什么意义。跟这种危险的人打交道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至少也应该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占主动的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交易可以继续，也有可能处处受制于人。行，接下来该怎么布局？你可以让你的人开2辆车，围着广场一直开，不要停，否则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发现。这个好安排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下面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找他接着谈了。之前等他找我们，相当于我们很被动。通过我们查封他们的账户，促成了这次在第三方地点见面，相当于我们都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。要是能直接到他们的安全点去找他们谈，那就证明我们已经占了主动权。
说白了，就等于说我们找到了他们的窝，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对吗？对。一会儿我在这儿盯着，你去东南角，就是对角线的位置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应该能把整个广场的情况看清楚。一旦看到心仪的话，就打电话报警，说这里有人打架，怎么样？可以把电话还给我了吧？不用了吧，电话我会打的。算了，就位吧。好。是不是有点近？哎，你远点，远点，怎么不近啊？是不是太近了？嗯，有一点。带不上雕塑啊？嗯，对对对。我帮你拍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谢谢。那谢谢你哦。你们站好啊。哎，站好。稍微靠近一点。好，笑，再笑点啊。好，再来一张啊。好，站好。好了，看看行不行？哎，好看呢，好看。可以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刚接到匿名报警电话，说青山马来沟那边发现分具尸体，你们俩赶紧找小王报告去啊！周队，可是那不属于咱们辖区啊。没事，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，案子还归他们，你们就过去帮着勘验一下现场，来上报告去啊！可是周队，行了，别可是了，快去吧。好吧，走吧。我们回离他远一点的，这小子上钩了。是后面那辆白色的丰田吗？对。赶紧教会你的人如何轮班的跟踪，否则被发现的话，可不是小事儿。喂，整条街就是你们最显眼，快给我躲起来，快点！哎，那辆车也是他们的人吗？打新一来广场的时候，那辆车就一直停在那儿，而且那是机关大院的禁停区。我前面有2、3辆车，都是金山的人，他们跟着一辆丰田越野车，里面坐的应该是这批军火的买家。我后面跟着叶方舟，叶方舟后面跟着咱们的刘副队长。哈哈，与其说我现在像个三明治，还不如说我像个千层饼更准确。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我现在在长宁街自东往西，刚过了长宁中学。长宁街啊，长宁街上红绿灯多。你看有没有可能看清楚买家的车牌号？我试试吧，找着发你。哎，这辆。有可能啊，不过还是等周巡把车牌号发过来吧，不然显得太神秘枉然了。就是他，
查一下。这下这事儿不太妙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刚才那辆越野车，其实是安迪信公司的商务用车，这些都没什么。但是后面那辆车是个套牌车。套牌？套的什么车？你这样，你看这辆，这辆，还有这辆。会不会是就一辆车重复登记了？其实就是一辆。刚才我也这么认为，但你们看这个，所有的发动机号码都是不一样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找我交管局的同学查了一下，那辆别克商务舱是挂套牌重复使用的社会租赁车辆。同样的牌照，目前至少有5辆车在使用，而且是同一车型。我说老关怎么让我提前查那些银行账号？这个资金背景，我靠！我早该想到，看来这批真火的买家，应该让公安局给盯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公安局要是盯上了他们，估计找到买家的落脚点之后，就要实施抓捕了。老关肯定提前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让金山他们跟在那2辆车的后面。那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想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。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啊？只是猜测的话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批枪支可能出自安藤坚守自盗的那批尸枪，那么叶方舟也应该知道，很有可能这批枪就是叶方舟卖给金山他们的。他现在之所以尾随着我，就相当于变相的在跟进金山这次在金港的交易，以便掌握情况。对，他掌握这些情况有什么用啊？这也是我想不明白，我只是个感觉啊。孟仲谋应该是找金山来兴师问罪的，可是没想到被金山篡了位。但是是谁把金山的所作所为告诉孟仲谋的呢？你觉得是叶方舟？可是他这样做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。但是毫无疑问，他对这个事儿很上心。那现在你如何在不惊动金山跟买家、不暴露官队、不让雷佳音起疑、不会吓跑叶方舟，以及对刘长勇继续保密专案行动的情况下，拦下公安局呢？这回那个这指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采取？尽快吧。行。喂，是我。怎么了？哦，我现在在跟青山支队在现场这边呢。什么？不是，可是我该怎么和他说呀？哦，好吧。喂，舒董。喂，方舟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方便啊，怎么了？我这边出了点事儿，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呀？出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有重要的事儿和你商量，就是关于我们师姐，就是那个赵倩，我跟你提过的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港城高速路口收费处。我马上过去。老刘，别跟他了，直接去港城高速的收费站入口啊！收到。这走了，应该是。咱们下车。哎，等等。
是周迅吧？谁？长风支队现任支队长。他怎么会在这？不知道。不过，既然他来了，保不齐周围有更多的警察，说不准新一他们早就被盯上了。那，既然咱们已经知道新一他们落脚的位置了，不如就先回去吧。等到能确定安全的交易了，再来找他们也不迟。师姐，师局，你好，周队。哎，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邱小强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只是没想到差一点就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老邱是个敞亮人。老师，你也别端着了，这好不容易有眉目了啊！只要咱们精诚合作，肯定能把他们一锅烩了。周队是一个直性子人，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其实大家各司其职，目的都是为了抓住这帮混蛋。新一这伙人，我们盯了很久了。从北疆一直盯到云南，又从云南盯到了金港。之所以没有着急下手抓他们，是因为我们得知新一这次来金港是想购买一批军火。我们计划等他们交易完成的时候再动手抓人，这样可以顺便缴获一批枪支，也算是锦上添花了嘛。只是没想到这批枪支是咱们市局专案组盯了很久的目标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们拿买家，你们拿卖家，大家通力合作，这样行动起来才更有保障。对。感谢公安同志的理解和支持。既然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好像没什么意见了。好，在卖家的内部潜伏着我们的一名同志，这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状况，导致这个交易迟迟没有成功。现在我的卧底正在尽可能的促成这次交易的实现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一网打尽。好，师姐，那个老关那个协查通告啊，你可真会挑时候接我短呐！啊，协查通告会撤销的，不过你要为关宏峰担保。但眼下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，刚才这一路上状况混乱，金山我们又失去了他的踪迹。不过还好，新一他们还在我们监视下。另一方面就是老关在金山那儿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。世纪广场这个地址是他拿一个游客的手机给我发过来的，但是我敢保证啊，老关在金山那儿肯定能找着应对的方法，没问题。你们支队还有谁知道这次行动？就我和老关。这样，我让小赵带领专案组和你们一起行动，特警和防暴队也随时可以调遣。好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我们怀疑你继续跟我们交易的诚意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还按之前的承诺，如果你还对这批货感兴趣的话，就得按我们的方式来。如果不，我也可以把那批定金亲自给你送到河西口。官匪勾结的层次的确有所提高。关队长，你说的话能代表金山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关队长说的就是我的意思。至于交易部分，尽可以听他的。除了定金之外，剩下的钱我们不可能用现金支付。我们会给你指定一个境外账户，交易的时候在网上你完成电子交易就可以了。时间和地点呢？1个小时以后，在道观营桥下，我会派人去接你。你加上2个开货车的，货我已经给你装在车上，车就算我送给你了。你也可以带枪，虽然这样我觉得毫无意义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确实，就算我们都带枪，也打不过你那边几百支枪。你放心吧，如果我们真的没诚意的话，你也没有机会跟我们通这个电话。关队长，你这一招果然厉害。
这小子事情好像顺畅多了。哎，那个长风的行政队长怎么回事？这个简单，直接问他就好了。喂，哎，是我，怎么着还置气呢？操，就没你丫这样的，全队上下都在，你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啊？啊？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原则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弟的事儿就是我的原则。怎么，我走都走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说什么呢？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看见你了，还劳烦你亲自跟踪啊？谁跟踪你了？别装孙子，就在河西口庞蒂酒店边上，你以为我没发现？嗨，那是我一大学同学，他要考那个拍卖师，在庞蒂酒店做培训呢。我们好多年没见了，约着一块吃个饭。谁知道你跑那儿去了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去河西口是干嘛去了？我那个胯子放了好几年了，我今天是去买配件，省得你天天以送我为借口监视我。哦，那买着了吗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河西口配件。衙门里有人，就是好办事情。佳英，信宜那边还被公安的人盯着，该怎么办？这个你就放心吧，别忘了当初我是干什么的，摆脱他们易如反掌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带几个人去接他们过来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单打独斗永远比不上团队合作。你看我跟三哥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顺畅过啊！现在佳音去接人了，那货怎么安排？你放心，货已经在这儿了。给，周巡说他们可能在河西口附近的一个配件商店，看能不能查到。哎，陈友给我，我先赶过去，有了具体位置随时通知我。哎，红宇，别起来呀，干嘛？不放心了？没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哥真动起手来，他就是个棒槌，总得有人保护他小命啊，是吧？放心吧，啊。照顾好孩子。我们在这个青山区一共找到了11家金属加工厂，其中有4家是不用走访就可以排除掉。我已经分派了人手去其余的几家。哎，你能不能也调人手过来？应该不用了吧？我们这边正跟着心仪，刚才在白石口桥下，他们刚换了车，是金山那边的一个女的带人来接着他们，跟踪很顺利，他们似乎什么也没察觉。书记，周局啊，特警人都在，他们已经是瓮中捉鳖了，你不用进去了。哟，这老关还在里面了，我要不进去救他，他们得骂我后半辈子。行，参加抓捕我不反对你啊，但是有一条件。哎呦，这穿难受，这行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行动吧。1队这边，2队这边，行动！辛小姐很守时嘛。放心吧，没有人跟踪，从他们身上搜到了。大家都是礼尚往来，
既然你们讲诚意，我金山特别讲情义。来，邢小姐，验货吧。来。邢小姐，我给你多搞了几场，算是我金山给你赔个不是了。有机会，有干！上！我操！检查怎么知道这里的？